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异形风暴》。本作出品于1990年，可能很多小伙伴玩过世嘉 MD 的版本。街机版和家用机版的区别不是特别大，街机版的流程长度是6关 ，MD 版应该是有8关。游戏的基本系统设定是一样的，一共3个角色可以选择，大家可以猜一下今天是谁玩的。街机版是有3人机台的，可以3个人一起玩。除了1P还有2P之外，还可以再多选一个人。本作的关卡类型有3种，除了轻板动作之外，还有像本关一样的第一人称射击，后面还有强制卷轴的竞速关卡。3种关卡里边，我最讨厌的就是第一人称射击。这款游戏我感觉至少2个人玩，难度能够下降不少。射击的关卡敌方的数量太密集了，如果屏幕上有2个人负责输出的话，可以把对面压制得很好。这款游戏的背景也非常简单。3个主人公是一个团队，叫做外星人杀手。平时他们经营着一个流动热狗餐车，但如果地球遭遇了外星人的入侵，就会被征召。男战士叫做加斯，女战士叫凯伦，机器人叫做斯考特。但是不同的版本，这3个角色的衣服颜色不一样，另外名字也有区别。有的版本里边男战士叫做戈登，女战士叫凯特，机器人叫做斯莱默。不知道为什么要更改角色的名字。这里进入了一个强制卷轴的竞速关卡，咱们需要一边跑一边射，难度还是很高的呀。早年的动作游戏都比较硬核，玩家对于角色的招式、攻击判定越熟悉，通关的概率就越大。3个角色的大招形态是不一样的。女战士的大招，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是一把剑插在地上，然后扩散开来。我录制这款游戏之前去查游戏的资料才发现，女战士的大招召唤的是核弹，它的贴图特别大，正常游戏应该是看不全的。咱们在游戏当中见到的只是核弹的弹头部分，落在地面上然后爆炸。释放大招就需要消耗血条下方的能量槽。这个能量槽我记得世嘉 MD 的版本平时出招也是消耗的，但是街机版看起来没有这个设定。游戏的操作键一共是3个，分别是跳跃、攻击，还有大招。我感觉这是早期的硬核的动作游戏的标配。大家想一下，战斧系列就是这样，跳跃键、攻击键，再加上魔法键。格斗3人组也是这样，跳跃键、攻击键，还有召唤警车键。
警车从屏幕的后方出现之后，来一发 RPG。已经来到了第3关，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，我怎么没看见 BOSS？ 这款游戏的 BOSS 特别少，街机版里边 BOSS 只有2个，但是这2个 BOSS 可都不是吃素的呀，难度很高。其中最终 BOSS 是不会主动攻击的，它的难度主要来自于场景的杂兵。游戏进行到这儿，真的勾起我的回忆了。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，都是和小伙伴背靠背的站着，自己玩的话安全性太低了。前方又是一个第一人称射击的关卡，虽然难度比较高，但是可以补给大量的能量。原本我给大家录制游戏之前，我曾经考虑过1控2的模式，后来发现1控2的话总是不同步，最后就打消了这个想法。我感觉商店里面的汽车还有墙壁都是我破坏的呀，这到底谁是坏人啊？刚才还卡顿了一下。我这台电脑也4年多了，不是想要下岗吧？这台电脑是当年我自己写的配置单，到网上淘的散件传上的，用了几年还不错，偶尔有那么几次掉盘。其实我最担心的部分是这台电脑的显卡，它是一个8线的牌子的，我就不说哪家了。网上流行一张热图，告诉大伙儿那些牌子的显卡都不能买。巧了，我家里是4台台式，其中有2台有独立显卡，这2个显卡在那张图里边都能找到，但是用了4、5年还都用住了，没有给我出现任何的毛病，连一次花屏都没有，就显得很神奇啊。说明一些窄卡的厂商还是很有良心的，做工也都可以。我这台哪怕运行大型的3A 游戏，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啸叫或者高温的警报，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卡不可貌相。我好像又被上面的怪舔了一下。这家伙真是外星人吗？该不会是某个猥琐大叔假扮的吧？跑这儿占便宜来了。凡是能够破坏的地方都打成了粉碎性的骨折呀。我好像又被舔了一下。这个场景真的吃亏太多了。刚刚这2只精英怪都没能拆掉，这如果有一个同伴帮我清杂兵的话，他们2个一个都跑不了。这里面对着第1场 BOSS 战，这个 BOSS 一共有4个形态，需要打半天啊。它的闪电是朝前朝后交替释放的，咱们就要抓这个机会，但是也不要从正面走近它。它除了放闪电之外，还可以吐出飞行道具。
耐心一点，就是找空当，找机会。第一形态打完了，第二形态先放一个核弹，这地方跟他打游击战，跑动之后跳跃攻击，这种攻击的打点比较高。三形态看起来像玉米，打法和二形态一样。说到底就是利用 Y 轴啊，打一个时间差。这是最后一个形态了，其实就是给玩家送奖励的。错过了一个能量罐，没有捡到啊。但也无所谓，因为单人玩的话能量是够的，只要你不是频繁的释放核弹就可以。第4关了，这里遇到了一个超大的异形，放了一个大招把它带走了。如果你不管它的话，它会直接从左边走出屏幕。这种橙色的敌人速度特别快，自己玩的话最好不要被包围。游戏的设定还是很气质的。现在面对这种敌人叫做鞭笞者，攻击方式就是使用鞭子抽你。一些敌人打完之后会爆出这种飞头怪。把飞头怪击落就可以补充能量。看起来本关的射击关卡是一个仓库，门里边会刷大量的敌人，慢慢打。走位跑不开的话，可以冒险用跳跃，然后接一个普通攻击，会让你的角色大范围转移。仓库里边好多鸡呀，这里又出现了新类型的敌人，看起来像虫子。场面一度非常混乱，这个时候就希望有一个小伙伴和你分担一下。我记得小的时候玩，和小伙伴约定，每个人负责一半的屏幕，第一批是左边，二批是右边。那样玩的话，压力就会小很多。输出的环境也更好。这款游戏可能很多当年的小伙伴是在新天地的影碟机里边玩到的，里边有好几百个游戏的合集。但是像我这代玩家，更多的接触的还是世嘉 MD 的主机。这个地方的目的是击落敌方的宇宙飞船。刚才跳过的这个坑看起来有上百米了吧？这还是人类吗？飞船被打得不断的在掉装备，飞船迫降了，一起出来4、5个，
这种情况我只能贴边了，因为这款游戏敌兵的攻击意愿是相当高的，他靠近你的第一时间肯定就伸手了，没有任何的犹豫。打完之后进入飞船，这才是一个地球的保卫者应该做的呀，而不是在超市和商场里边进行破坏。尽可能的破坏背景上的这些物品，你才有可能打出能量罐。能量可以用在后面清杂兵。我给大家个建议，如果你想回顾这款游戏的话，云通关就好了，不要自己玩。非要玩的话，最好能找到一个和你配合的，否则像这种射击关卡玩起来真的非常难受。精怪又都跑了呀！单挑的话我是没问题的，甚至一起上2个也没问题。但是很多情况下是一起来6个7个，这我实在是顶不住啊！就算我射的再猛，也照顾不过来这么多呀！而且还是一起上的，同时啊，一起扑向你。你说你先射哪个呀？玩到这儿，可能有的小伙伴发觉了，说大叔怎么这款游戏血量继承啊？上一关的血量下一关不回复，而且更要命的是，怎么已经攻略完了4关，没有发现一个回血道具呢？事实上，这款游戏就没有回血的机制，除非你是挂了。所以这款游戏的硬核程度和其变态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。第5关是被异形飞船吞到嘴里了。本关会涉及到一些分支路线的选择。如果玩的是家用机的版本，可以选择近路；但如果玩的是街机的版本，而且你的血量有富裕的情况之下，最好还是选远一点的路，因为玩街机的话，当年都是追求投一个币，玩得更久。这个地方我放了大量的核弹，因为以街机版的机制，普通攻击还有射击类的关卡，咱们是不消耗能量的。最终 BOSS 战是一个射击类的关卡，所以如果在那之前咱们有能量剩下来没用，就算是浪费了呀。我好像又被打了一下，没看清，只是感觉屏幕闪了红光，说明主人公受伤了。最后还被相杀了一下。第6关，也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。上一关被敌人吞下之后是在口腔，这会儿应该是来到了颅腔。我的能量还有血量都不富裕了呀。最终 BOSS 之前应该还会获得一点补充，但是意义已经不大了。
前面又是一个分支。我是利用地面的异形植物卡了一个攻击位置。把屏幕里侧的敌人封在里边了。我怎么射起来瞄不准了呀？对面在那儿根本就没动，我都射不准了吗？不应该啊，不符合人设呀。以我现在的能量条，应该是放不出核弹了。所以这里只能动手清。又给了2个补充，这有什么用啊？2个怪我还是能打的。连续的倒地追加，这里面就是最终 BOSS 战，打的是敌人的母脑。3人玩的话，我只能先清杂兵，杂兵清干净之后，再和母脑单挑。当然了。母脑是没有反抗能力的。如果双人打的话，可以1个人打 BOSS， 另外1个清杂兵，这样的话效率更高。这里的版面已经不移动了。对面的攻击频率太高了，感觉上中下3路全都是敌人啊！可以了，这样就算是通关了。对面只有1个大脑，手无缚鸡之力。当然了，他也没有手。打爆了。那好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异形风暴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